苹果最新的发布会大家看了没有？发布会的标题 Scary Fast， 包括变成月亮的苹果 logo 和背景里能够听到的狼叫声，这妥妥的就是一个万圣节特别活动。Good evening and welcome to Apple Park。苹果这个时候更新 M3 和 MacBook Pro， 虽然说其实是正常更新，但还是出乎了不少人的意料的。其实今年年初的 M2 芯片才是因为之前3纳米工艺的延期而延期发布了。所以说虽然今年1年2更，但是真正正常发布是这次的 M3。之前在评论区说这次发布 MacBook Pro 就要倒立的小伙伴，我觉得你可以热身起来了。那虽然是正常更新，但是这次 M3 和 MacBook Pro 也是肩负着销量的重任，因为之前 M2 的 Mac 机型出货量确实是不太好，不知道这一次苹果的更新能不能带动起大家的消费。我们还是先看看发布的产品吧。这次发布的产品其实大差不差，在发布会前的消息里都基本上看到了。首先有点意外但是又合理的13英寸的 MacBook Pro 没有了。 Let's begin with the 14-inch MacBook Pro. It now starts with the M3 chip. 发布的是14和16英寸的 MacBook Pro， 14英寸可以选择同场发布的 M3、M3 Pro 和 M3 Max 芯片，而16英寸呢可以选择的是 M3 Pro 和 M3 Max 芯片。就是说 M3 14英寸就是现在 MacBook Pro 的入门机型了。Touch Bar 的时代算是彻底结束了。24英寸的 iMac 也更新了，基本上就是 M1 芯片换成了 M3 芯片。起售价没有变化，但是颜色也没有变化。我手边的这台 M1 Pro MacBook Pro 跟着我2个年头了，你问我这次想要升级吗？可以看到发布会里苹果一直是在拿 M3 和 M1 比较，可以理解苹果是为了让数据比较看起来更加强烈一点，毕竟如果是和 M2 对比的话，反差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烈了。也可能 M1 和更早机型的用户才是这次苹果的目标，毕竟苹果也在发布会里面多次提到了和老的英特尔机型的数据对比。回到刚刚说的，我用这台16英寸 M1 Pro MacBook Pro 已经2年的时间了，我拿它来进行日常的使用，也会拿它来剪视频和上传视频，用起来感觉就是很顺畅，它不会让我想起来它居然是一台已经2年的电脑了。用 Final Cut Pro 处理 4K 的素材也基本上不会卡顿，导出5到8分钟的视频也基本上只需要10到15分钟，甚至有时候还会更短。所以说到这里答案其实就很明显了，这次我不会想更换。不过苹果还是很懂消费者的，这次更新的还有一个新的深空黑的颜色，不过只有在16英寸上才能选择，所以别人一看到这个新的颜色就知道，哦，这是一台新的 M3 16英寸的 MacBook Pro 了。而且也因为新的工艺，这款深空黑能够有效的降低指纹。发布会的最后还有个大彩蛋，那就是这整场发布会都是通过 iPhone 来拍摄的，包括所有航拍的画面也都是通过15 Pro Max 拍摄的，这妥妥是一个大震惊啊！晚上的发布会，苹果就是想炫一下 iPhone 的夜拍能力吧。虽然今年我不打算更换新款，但我还是会关注所有机型的测评数据，然后用数据做一期全面的购买指南。所以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你就不会错过后面的视频了。那 OK， 今天就是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